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说到煮红豆，很多人都会头疼，红豆皮厚难煮烂，通常要提前浸泡好几个小时，甚至过夜才能让红豆变软，这可太麻烦了。今天我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级省时省力的煮红豆妙招，让你不用提前浸泡，10分钟就能煮出软烂开花的红豆，轻松搞定一切红豆美食。接下来就让我带你走进快速煮红豆的奇妙世界。准备适量的红豆，红豆放碗里，倒点水打湿，撒上1小勺盐，用手轻轻搓揉，像给红豆做磨砂 SPA， 盐粒粗糙，能蹭掉表面的灰尘和泥土。更关键的是，红豆那层硬壳会被搓出小裂缝。有了这些小裂缝，后续煮的时候，水分就能钻进去，豆子自然更容易软。搓完记得多淘洗几遍，直到水变清，脏东西全跑光。洗干净的红豆，加清水，这时候的红豆吸饱了水，胖了一圈，外壳也软乎了些。泡好后沥干水，用保鲜膜裹紧碗口，直接丢进冰箱冷冻室，冻3小时以上，最好是头天晚上冻，第二天用。冷冻时，红豆里的水分结冰膨胀，会把外壳撑得更松，甚至裂开。等拿出来，表面还挂着薄冰也没事，不用化冻直接煮。煮红豆的水要提前烧开，最好用砂锅，保温性好。水开后，把冷冻的红豆直接倒进去。冰红豆预热开水，外壳里的冰快速融化，热胀冷缩一刺激，裂缝唰的就变大了。这时候拿勺子不停搅拌，让每颗红豆都泡在开水里。搅拌到水再次沸腾，转中小火，盖锅盖焖5分钟。5分钟后掀开盖子，红豆颜色变红，已经有不少裂开馅了，轻轻一捏就能碎成2半。想让红豆更煞更软，这时候加1小苏打，注意别加太多，指甲盖大小就行。小苏打能中和红豆里的酸性物质，让豆子更快变软。加进去后搅拌2下，水面会冒泡泡，别慌，那是小苏打的工作痕迹，搅一搅泡泡就消了。接着再盖锅盖，小火焖5至10分钟。喜欢沙沙的口感就焖10分钟，红豆壳会完全煮碎，豆肉软的能抿化，汤里都飘着红豆香。煮到汤汁浓郁后，我们还可以往里面加上几块冰糖来调味，用勺子搅拌均匀后，就可以关火，舀出来开喝了。赶紧试试看，这样煮出来的红豆粥是不是特香醇、特浓郁，还能缩短煮的时间。夏天的傍晚，从冰箱里挖一碗冰红豆沙，沙沙的口感裹着清甜，比外面买的还香。自己煮的没添加剂，给孩子当零食，给老人当夜宵，全家都爱吃。煮多了还能做红豆奶茶、红豆冰沙，冰箱里囤点，随时拿出来都能变着花样吃。别管什么豆子，只要是质地硬的，都可以用这方法来操作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啦。像是红豆、黑豆、绿豆等豆类都是营养价值极高的食材，并且很多豆类都是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，具有较高的保健作用，所以经常吃可以不仅能够补充身体必需的各种营养物质，还可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。就像我奶奶那一辈人就经常说，宁可不吃肉，也要多吃豆。老一辈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，但绝非是没见识。像是我奶奶他们那辈挂在最上的很多话，都是有很多的道理。就拿今天咱们说的各种豆类，
黑豆中含有花青素，可以延缓衰老、美容养颜。红豆具有祛湿解毒、保健脾胃的效果。再像是绿豆，那就更不用提了，清热解毒的效果，想必大家都懂。就拿今天咱们说的各种豆类，黑豆中含有花青素，可以延缓衰老、美容养颜。红豆具有祛湿解毒、保健脾胃的效果。再像是绿豆，那就更不用提了，清热解毒的效果，想必大家都懂。上面说的冷冻法虽然好用，但是耗时较长，所以下面就分享一个短时间就能让豆子软烂开花的方法。不管是什么豆子，同样都是先清洗，然后清洗好的豆子不用放入水中浸泡，无需泡发，直接放到锅中，开火加热炒制豆子。将豆子内的水分干后，豆子就会因为失水过多，再加上受热膨胀的作用力，外壳就会出现裂痕。这就和我们平时吃的核桃、开心果是一个原理。生的核桃外壳十分坚硬，经过加热炒熟后，外壳就会出现裂口。大家回想下就明白了。只要是豆子出现了裂口，就可以取出来煮粥了，保证10多分钟就软烂开花了。这2个煮红豆的方法都是非常简单的，而且容易上手的。红豆不仅营养丰富，口感还非常好吃，我们经常会用它来做馅、做汤羹、做甜品等，深受家人的喜爱。但是红豆虽好，也不能胡乱搭配，有些食物是不能与红豆一起吃的。1. 羊肉。红小豆和羊肉是相克的2种食材，因为红小豆和羊肉一起吃时会产生一些对人体有害的毒素，会危及人类身体健康，而且会让人们出现恶心、呕吐等多种不良反应，会造成营养流失，也会让人们出现特别不舒服的感觉。还和羊肝相克，因为红小豆和羊肝搭配在一起吃会抑制人体对营养的吸收，而且它们之间会产生不良反应，生成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，会危害人类身体健康，有时还会导致恶心、呕吐和腹部疼痛等中毒症状，会严重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。2. 冬瓜。红豆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等营养元素，具有消肿除湿的功效。而冬瓜属于寒凉性质的食物，利水作用非常强，如果把它们2者结合一起食用，会导致脱水。所以，红豆和冬瓜不要一起食用。另外，红豆和寒凉食物一起食用，还可能会损伤脾胃，影响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，所以红豆也不要与寒凉食物同吃。3. 高钙食物。红豆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而高钙食物中含有较多的钙质。当红豆和与高钙食物一起食用时，红豆中的膳食纤维会与钙质结合，形成不易消化的物质，从而引起胃肠道不适。高钙食物中最典型的就是鸡蛋、牛奶等。对了，红豆中的植物蛋白与鸡蛋中的卵磷脂结合，也会形成不易消化的物质哦。大家了解了红小豆不能和什么一起吃，也让大家知道红小豆和什么食物相克，以后在吃红小豆时就能多加注意。好了，今天的熬煮红豆粥方法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